他在家里其实最爱的是妈妈，最不爱的呢？是我吗？是我吗？他确实是喜欢就是比较柔的声音，音调你不可以太仓促。那跟我很不搭哎。对啊，我唱饶舌的呢。没有，他自己下班了，他就跑掉了哎。切 ，Hello， 你回来了，小杰，哥哥拜托你了。今天我们来逛逛，融进时光。哎，这里真的好新，我没有来过哎。你好，你好，是松饼店吗？哦，我很喜欢吃这个意大利干子。对，那我点一个这个好了。这里好可爱耶。哎，那你有要帮尔轩点吗？我忘记了我们 sharing is caring。如果你担心吃太多的话呢，最简单办法就是赶快找另外一个艺人，大家一起分担。带小切出来玩，心情怎么样？很悠哉惬意。哎，对了，你新专辑的名字叫做《Journey 旅程》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有带小切出去玩过吗？很长啊，真假的？对，我们过年都会带他到阿姨家那边的小木屋，然后因为它是刚毛猎狐梗，所以它其实是狩猎能力很强，然后很聪明的一种狗。它就会用它的鼻子跟嘴巴挖土，然后有时候会把蟾蜍啊或者一些蚯蚓这样叼出来。这么厉害哦！它蛮猛的。那请问你对今天的来宾有什么印象吗？有遇过吗？我对他有一个很奇特的印象，是因为我那时候还搞不清楚他是谁，他刚出道的时候，然后呢就有一个来我节目的女来宾，然后跟我讲说你不知道他，然后我就说怎么了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是他完全的菜，他可以为了他离婚。有一个女明星跟我说她可以为了高尔宣离婚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有这么高这样子，所以今天要好好来认识一下，了解她的魅力到底在哪里，让那个姐姐想要离婚，该不会我也会想吧？哦，哇塞！哎，不好意思哦，刚刚各位观众不好意思，刚刚我们的同事把树叶打在尔轩的脸上，对，好像打到小切比较多，没事。不可以，这个不能给你吃的，知道吗 ？I know， 你也想吃对不对，赫西？是吗？是吗？哎 ，Hello， 哎呦，没事，他只是想认识，是吗？小切对吗？小切，这是 Hershey， 对 Hershey， 嗨。哦，你把人家吓到了啦！哎，他很害羞哎。他其实比较像猫，对他怪怪的，然后他也不好遛。哦，真的啊？对，他有他自己的 tempo。OK， 就我们不太能遛他，对他就会带着我们走这样。他不走，他就是不走。哦，他有时候也会这样，但他是不上班就是不上班。对，他几岁了现在？她8岁多9岁。OK， 我们家 Hershey 是3岁的女生。哦，年轻。对啊，但她很热情，她其实只是想玩，然后就会一直摇尾巴。好，你认识她，小贤你也认识一下人家，当个 gentleman。对，认识一下。你好。我刚刚忍不住偷偷买了松饼，你有要吃吗？没关系，是不是宣传期？对，我早上尽量空腹。空腹？我空腹久一点比较好。然后，那你什么时候才吃饭？我通常晚上我会吃一餐。一天吃一餐？对，就很习惯了。
很习惯。6到8不等啊？怎么了？我168已经很久了哎，一天吃68个小时，怎么样？奇怪哎，你怎么会这样子？你是为了要减肥吗？可是你一直都瘦瘦的，不是吗？没有，我是最近才比较瘦一点点，然后我很容易水肿。哦，所以要必须控制一下。对。我觉得男艺人饶舌，然后很容易水肿，还不控制体重，就露西派啦。还能怎么样？我已经跟他讲了，不要再这样。你看人家高尔宣，弟弟，你看一下，不一样，没关系。我跟你说，刚刚我在跟他们讲，我之前本来你刚出道的时候，我还不认识你嘛，是。然后就有一个演艺圈的一位姐姐，她说我可以为了他离婚。这样子，这很败坏社会风俗。我是不是一个很过分？对，其实不会，我觉得你讲也是对的，因为他离婚又怎么样？人家高尔宣又没有跟他在一起，没有啊，奇怪哎。我们今天要去哪？逛这边吗？没有，今天要带你们去宠物沟通。我跟你说，我超怕。他也没沟通过，没有沟通过，他没沟通过，他不好沟通，我蛮期待他在想什么的。你会怕他讲出些八卦吗？哎，很恐怖哦。上次听说他会看到一些我们的平常在做的是 image， 对，而且他会说，他可以直接把你家里面的样子都画出来。那你就先想好，你等下在我们去的路上自己先跟他沟通，好，叫他把不该说的都不要说，好，我等一下抱着他跟他讲点话。对，沟通一下，Let's go。哎，有啦，摇尾巴了，可以，嗨，小切，嗨，切啊，这边，哎，他就不会跟着你走，对不对？他你就要唱反调。哦，小切来，切这边，小切来，哦，嗨，这里，他真的会唱反调。那我们假装我们要往那边走，他就走了。他也没有啊。你好难捉摸，小切。捉摸。那如果往这边走呢，小切？这里嘞，小切，这里。小切啊，对不起，快到这里。切这里嘞，这里。小切，受不了你。没耐心了，走，我们去搭车。西西，我们等一下要去宠物沟通哦。啊，没有什么太大事就不要说，知道吗？可以吗？对，我相信你，好吗？真的不要乱讲话 ，OK？ 尽量让小切讲就好 ，OK？ 懂哈？懂的话握个手吧，来，握手，懂的话握个手，快点，你跟我握手 ，OK？ 确定合作，1、2、3，叫。出发！我跟你讲，他其实超级喜欢跟男生玩的，是吗？对，他小女生，他是女生啊，所以他就是很奶，然后很喜欢跟女生玩在跟男生玩在一起。但是你感觉不像一个 dog person。我以前是 dog person， 我现在比较是 cat person。哦，我也有养猫。工作的，对我其实家里是养猫，然后小切是我们高中大学的时候先养一段时间，然后我妈妈退休之后就搬去台中，所以小切就让妈妈带回去，不然她会孤单。哦，所以是主要平常是妈妈在帮你照顾。对，小切在台中家也有一只猫猫，跟他同居，他都 OK。他很 OK， 因为他的个性很怪，你看他就是他很独来独往，对，然后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。他是把自己当人的那种。我觉得他把自己当猫。他会做一些很猫咪的举动，所以我很常就是这样拍他屁股。他是 happy 的，就是很习惯。对 ，OK。所以我们可能在有围栏的地方，他会想要跳上去站在那个围栏上面，然后会吓死我们。对啊，因为狗根本不应该这样，对，然后狗也不会想要这样。啊，超怪。小切，他知道他叫小切吗？他知道他叫小切。他目前都还没有转过来过哎。切。他好笑，他一上他就完全占据了那一台 GoPro， 哎，是啊，他完全把它当这2机完全拍不到。对。那你现在出新专辑 Journey， 我觉得25岁要出一个讲自己成长的路，其实不容易哎。对。你要很诚实哎。我在音乐里面一直都真的是蛮诚实的，因为我平常话不多。
然后我也不太会用言语去表达我的想法或情绪，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用讲的很拔辣，或是很没有说服力。那你自己硬要讲的话，你觉得你这2年的成长是什么？自我认同。这很重要。这真的非常重要。因为以前我对自己很没自信，然后我会觉得我成功是侥幸。就是我不会真的 appreciate 我自己，然后去认知到，我就一直觉得我很幸运，但我没有真的感谢我自己，或是认同我自己，这样我只是觉得很。我懂你意思，它有点像那个冒牌者心理，你有听过吗？冒牌者心理就是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说很多成功的人，或者说被认可啦，不用讲成功，被认可到一个阶段，他会一直觉得那不是我，我是冒牌的，我没有那么好。可是这个冒牌者心理呢，会让这个人更急迫的想要更好，他会更努力的想要再往前，可是他的压力就会变得很大，然后心理的一些。我会认为这个是某一种程度的创伤。那你觉得你哪一首歌讲到低谷是最低的？这一次的专辑 Matters ，Matters 其实就是在讲一个我心里的一个故事，就是我在很低落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这一切都很不重要，然后很没有意义。我懂，其实因为我在很短的时间，就是对我有成名。然后我也在很短的时间被大家攻击跟践踏，然后我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这2个很极端的状态下人们对我的反应的那个，就是我还是我。对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我不管我是在成名的状态，或是我在被大家攻击的那个状态，我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是一样的，但只是因为今天可能新闻或是媒体，他把我捧，他写的角度，他把我捧到这边，跟他这样写我的时候，整个看法跟目光会这么两极化，然后连我身边的人。就可能我红的时候，我身边真的可能跟我比较好一些人，他们会想要跟我保持一个距离，因为他们怕他们打扰到我的工作。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才20几岁，就21初，对，21、22。然后我就很不理解，就是有太多的资讯在我脑袋里面，但我没有时间去消化。对，因为每天还是一直往前推，一直走，一直在工作。对，就没有时间真的停下来去看我到底想要什么。我也蛮感谢疫情，就是我可以真的停下脚步。对啊。然后对，去了解我自己。所以我现在就是至少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，然后我也很开心，我开心非常多。That's good。尤其歌手，你还只能用作品跟大家沟通。对，但我觉得这也是这个职业很浪漫。浪漫吗？你竟然用浪漫形容？是蛮浪漫的啊，因为我们宁愿就是写在歌里面，然后让懂的人去 spread 我们的想法跟理念。那你上张专辑不就这样吗？你没宣传耶，我记得。对啊，第二张那是 EP。哦 ，OK。那你那时候是有跟公司怎么沟通吗？还是他们完全就是可以支持，完全理解你的想法？我做那一张 EP， 它就是一个抒发。我们那时候为什么讨论不宣传，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东西绝对不会卖钱。已经有这个下定决心了。一定不会，因为大家可能听不太懂。然后它就是完全是做给我跟真的想要懂我的人。那个时候的你是偏黑暗的吗？超级黑暗，那个真的是会听到很黑暗。我就前阵子我在我们家的沙发，我就看电视，对，然后我上一张 EP 6首歌停下来，然后再听到我这张 Journey 的前面7首 MV，我就花了可能40分钟，就这样慢慢的看我的过去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很感动，因为我知道我写每一首歌的时候我在哪个地方，对啊，就是我可以感受到我真的是慢慢从一个谷底，然后越来越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，然后到我听得到音乐里面的太阳的温暖，所以就是对吧？
所以我开始真的学会认同我自己，跟我觉得真的蛮屌的，就是它是一个，就我的音乐真的就是我的心路历程，是因为你看到自己的改变，自己的调整，对。我们怎么会聊这么沉重的话题？对啊，聊有点开心。你这边有两个小孩子，两个小朋没有友，他真的很好笑，他很奶，他超级奶，很奶啊，他真的超级，他很可爱。对呀，超级。是吗？在讲你耶，可惜。其实我觉得每一只狗狗个性真的不一样。我们录了这么多集，像那个欧阳妮妮她带来的那一只狗，从头到尾都像是租的，因为它完全不理它。然后我说怎么可能不理你？他说没有，他只要在家就很 happy，他的狗只要一出门就忧郁。我们这个就是塞奶挂的，它真的是很像一只猫，它这样超像一只猫。对，其实也是偏可爱，真的也是很。你会觉得梦想很近又很远？会，我会觉得很空虚。我前阵子最大的感觉是很空虚，就是会觉得 what now， 就然后嘞，对，他做到的就是就是只是做到了，你不会感觉到你生活有任何改变。对，我那成就感很快会变成罪恶感。我会一直 beat myself up。 For what？ For， 因为我在可能我算 underground 也做了3年多，然后有很多前辈，很厉害的前辈，然后可能都大我很多岁，也努力的比我久很多。然后我是靠 mainstream 的，所算是 pop rap 出来的，对，所以我会觉得我好像用了一个偏门捷径的方式去博到大家的注意力，但其实当时我做音乐根本没有想那么多。我懂，但后面就变成我觉得为什么我身边这么多人需要我的，就是需要像我一样的这种关注，然后明明我自己我觉得好多好累了，但我却分不出去。哦，我懂意思了。这是一个很真实的 struggle， 也是一个很矛盾的心态，就真的，而且说出来一般人会觉得很欠揍。是啊，我也知道。但是你需要一点时间消化。我们到了 ，OK， 就这样讲一些很大道理，然后就到了，是不是？其实我觉得你们刚刚讲的东西不会很沉重，我觉得其实蛮正面的。是啊，其实仔细听，其实是很正面的能量。对，只是你们的语气比较平稳。好，我们可以开心的说，你知道刚刚他讲最后一段，我觉得结论是什么？就是他完成的是里程碑，不是终点。所以没有人会拿着里程碑，没有人会扛起一个里程碑，然后往前跑。但那个里程碑有可能有100万个人很想要，大家就会说，那你要分。但里程碑只是一个 mark， 你要怎么分？我觉得你可能要理解这个事情，就是你没有办法把这东西分出去，但是你给出去的是一个 possibility， 它就是一个可能性，就是这也是一种路，这也是一条路。如果有人要爬这座山，要走这条路 ，maybe 也可以这样子。对 ，maybe that way 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的很 guilty， 或者是觉得不会，我现在一点都不 guilty。I'm good now. You're good， 太棒了。那这一段就给你请哦。怎么这么突然？正能量很重，然后又 OK， 正能量对不对？真的 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用正能量的方式去宠物沟通一下。Let's go。老师，请问怎么称呼？我叫 Lilian。Lilian 老师你好。那请问你做那个宠物沟通多久啦？大概今年已经3年多了。哦，3年多了，很好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，等我一下哈，给他拍尬戏啦！哎呀，太瘦是不是？老师沟通一下。老师沟通一下吧，沟通一下，交给你了。因为他觉得场子是他的。这么大的误会啊！
第一次来耶，这么大屋，他觉得这里是他的场子。他觉得就是主控权要在他的身上。OK， 因为我们团队有常常跟他说他是这个节目的主 key， 但他真的是误会一场，就是其实还是我，如果没有报走中奖，还是我要装法，你给我冷静一点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从小切开始好了，毕竟小切是尔轩的狗狗，然后他也已经跟他们已经9年的时间了。小切他的个性其实算是冷静，然后沉着，然后其实他也不太会乱叫，他也是有活泼的那一面，但是比较不会那么的躁动。哦，对，怎么觉得老师在刁我们 Hershey 啊？就是他讲一切他没有的都在他身上。我有看到就是住家的环境算是比较宽阔，也够他跑步，然后住家的环境其实算是还蛮干净的，然后沙发也蛮大的。那你有没有特别想问什么啊？有，因为他现在跟我妈妈住，然后我妈妈要准备一些问题。掌声欢迎妈妈。妈，你要问他什么？我有看，我忘记了。先问他最爱谁？哦，对，这个不好意思，我们就是在乎这种很重要的感情事。我妈想问她在家里最爱谁？他在家里其实最爱的是妈妈，因为妈妈跟他相处的时间其实还蛮多的。哦，OK， 那最不爱的呢？是我吗？是我吗？没有，因为他跟你比较没有说每天都看得到。就是你了啦，就是了，他就这意思了。不喜欢我。那他今天来上节目是不是觉得偏尴尬？想要刚好跟一个不熟的哥哥出来？我好歹也。我陪他经历他的童年呢，因为他是在我出国之后，妈妈退休之后，他就跟妈妈搬去台中，对，然后我就一个人在台北打拼这样，所以我其实只陪他前面2年，他小时候他可能忘记我，他没有不喜欢你，只是以依赖性跟习惯，就是习惯相处的模式的话，其实是妈妈比较了解他。哦，当然，因为妈妈等于是主要照顾者。那你还没有想问什么？就是我们家里有一只捡到的猫咪叫艾手，然后我妈想问他会不会，就是爸爸妈妈很疼艾手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吃醋？老师在看，我很紧张，我怕，对我很像我也被看透的那种，是不是？我就很怕这种啊，我每次都觉得算了啦，算了。他开心呢。我在笑，要看到妈妈了啦。姐姐的意思是说，妈妈看到那只猫咪的时候，都会笑得很开心。那她就是猫咪就让妈妈抱，我在旁边等，因为妈咪还是会再回来抱我。哦，你很成熟。还是要改名叫伊手。我养一只狗叫伊手，能听吗？没礼貌。贺喜是不是觉得到底干他什么事？他现在完全在看别的地方，完全不在乎别人在这边。好，我们这边在录节目哎，小姐 ，Hello， 还要问什么，妈咪？他最近很爱出反调。哦，对，遛狗的时候。对，哦，他这很倔，就往左边。但他很快乐啊。你确定？柔柔，你确定？柔柔，要，柔柔，要，是要吗？好，抱歉，没关系，玩一下，难怪他不喜欢我，又在诈骗我，一直说肉也没有肉啊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因为以往散步的路线都是往右边走，那他想往左边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赶快回家。之前给别人照顾2年的时候，他过得好不好？对他有没有被欺负？哇塞！他的意思是说，那边的人比较严格一点，哥哥那边，就是比较严格一点，所以就是都要按照规矩，所以他比较在那边比较不快乐。他现在快乐吗？他跟我说，其实他还蛮快乐的因为妈妈都会听他的，妈妈会听他的，妈妈会配合他，也会没听他的。宠坏的啦，快乐就好。哦，
那老师该不会也要沟通我们家 Hershey 吧？他是说你最近夸奖他漂亮比较少，比较少。哦，他的期待是比较希望你可以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他身上，可是这毕竟是有点难度，因为我们毕竟要生活，所以其实可能就是多跟他讲说，其实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忙，或者是要处理一些事情，并不是说故意就是不看他，或者是忽略他。我刚刚突然想到，忘记问那个小切最重要的问题啦。他有没有听过你的新专辑？他没有，他没听过。那可不可以问他？他不喜欢听音乐，他不喜欢听。Are you sure？ 你这么跟他不熟？他听我妈弹钢琴。哦，他比较喜欢妈妈弹钢琴的声音，还是喜欢哥哥的音乐？哥哥的饶舌？好好回答哦。老师也要好好回答。对，老师想想觉得，干嘛这样？对啊，害到他。他说哥哥唱歌很好听。谢谢。老师，是你说的还是他说的？你怎么臣服于这种淫威之下呢，老师？我们刚刚不是干杯了吗？我们就说干了这杯，咱们就是兄弟。你说话直接一点，怎么样？你再讲一次。原来是真的。没有，我可以接受，我可以接受真的喜欢。因为其实切切哦，他就是还蛮喜欢比较轻柔的音乐。其实他有喜欢哥哥啦，他也不是说不喜欢。没关系啊，不用安慰我了。切，你不要告白完就想逃走好不好？害羞，不要害羞。哎呦哎呦。好了，很喜，你太夸张了，知道吗？需要可可爱爱的上相。而且一直吼那个小切啊，感觉怎么样？对啊，他一直在，还在那边这样很生气。其实他是让他愿意让他。哦，对，就这边有个不懂事的梅啊，太老男人了嘛。对啊 ，man 哥啦 ，man 哥，对，狗界的，然后高尔宣啦，狗界的尔宣很 man 啦，好不好？而且他有跟我讲到一点，就是说有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出话，就是没有叫，不代表他不紧张。内敛的老男人。对。我们同事有些问题想问，但不知道方不方便问呢？可以啊，问一题600。来，哪一个要问？哪一个要问？我同事想问说，想问小切说，我轩的房间干不干净？肯定是干净。有 get 到吧？讲实话哦，多怕？你有多怕？没有，房间怎么能干净？他说有啦，他说有哥哥的房间有整理的干净。有。老师，你也是会怕，对不对？老师，老师，你知道我的平常就除了主持人，我还有别的工作吗？我是宠物沟通师的沟通师，你知道吗？你很怕，你现在很怕，好不好？拜托，老师，你在担心？过去是干净的啦，没问题啊，还好，这个没什么。不准，这题不准问，也不准听，不准回答。我房间很乱，我自己先承认。还有谁要问问题？那我想问，那出门前有没有先跟小切说不能说什么？不能够随便乱说家里谁的坏话，就是他的意思是说要乖乖的好好的说，要说得体的话就是了。对，要好好说。那不错啊，他表现蛮好的啊。讲的都是实话。对啊，只是伤透了哥哥的心而已啊。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拿这个绳子。对，拿也不是，不拿也不是。对啊，我就这样轻轻的放着。对，他走了就算了。对，断线的风筝啦。对啊 ，sorry 咯。没有，他自己下班了，他就跑掉了。切 ，Hello， 不干你的事，贺喜。切，你回来了。小切，哥哥拜托你了。小切回来。切，谢来。好，老师，那他们两个还算好沟通吗？今天整体这样感觉下来，好不好沟通？他们算是好沟通，因为当问问题的时候，其实是有画面会跳出来的。对，老师，你家缺狗吗？我帮你沟通一下，等一下。我老师很腻了，老师觉得狗很烦。我家有一只狗了，
今天很谢谢你。他还蛮他竟然愿意靠近老师他很喜欢客人，就是如果是来家里啊，就是可能我的朋友第一次见面，他就不会趴在我这，他就是要这样在别人身上，他在别人身上。还是我在想，他不是喜欢轻轻柔柔的声音，因为妈妈讲话也是轻轻柔柔的。白养了，白养了，浪费力气啊！哎，算了啦，没事。哎，干杯，干杯！哎，干杯！他确实是喜欢就是比较柔的声音，就是而且就是那个音调你不可以太仓促。对，那跟我很不搭哎。对啊，我唱饶舌的呢。叫唱饶舌的主人说，不好意思，你讲话不要那么仓促好不好？不要。还要放慢语速这样。他要多慢？谢谢。让尔轩知道他们两个真的就是萍水相逢。不管以后将如何结束。太难过了，没事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Lilian，辛苦了，谢谢。有。你平常有空看综艺节目吗？没有，我很少看。真的假的？你会不会其实不知道我是谁？我知道，当然知道，确认一下，真的知道。但我真的很少看电视，因为我们家以前就是没有第4台。那你现在这样变成，他们会不会特意为了要看你表演或什么的，就他们会去 YouTube 看？哦，就网路了，了解。所以很多那种就是周星驰的电影，就我朋友都可以背那些台词，然后我就左青龙，右白虎，老牛在腰间，你没办法，就都没有那个共鸣。那你如果问你说你有没有喜欢的明星，你会有答案吗？有啊，瘦子啊。好的，那你未来有可能会想要小孩吗？有。哦，是哦。我也是一个家庭人。因为乍看会觉得就是比较玩世不恭，也没有啦，我觉得不会到玩世不恭，我觉得感觉比较像是很就偏艺术家，比较不像一般期待几岁要怎么样，几岁要结婚，几岁要生小孩这种一般期待。我其实传统到爆，真的。因为我爸妈都是老师，所以我从小就是我可能国高中的时候就会设定我大概28岁要结婚，然后30岁要至少有一个小孩这样。但我现在比较随性，对啊，就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很自然的发生越好，对吧？因为我是觉得我不想要太晚生，是因为我觉得等到小孩长大，我们会太老，就我会觉得我妈妈太晚生我，我妈是30岁生我。30岁不晚啊，但你看我现在25，对，她55岁，我会觉得如果我要继续打拼我事业到可能30岁、40岁，她已经60、70了，我会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陪她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她泪眼汪汪的看着我。对啊，因为你刚刚都没有抱她，我觉得 Hershey 真的就是一个少女，她蛮少女的。他眼神很恐怖，大家只要看过他眼神就会觉得天哪！对，他在绑架我。对，没错。OK。那你今天来我们节目这样轻松，还行吧？轻松啊，很轻松。对啊，聊聊天。就是除了听到小切好像不太喜欢我，有点失落。你看他现在在别人身上很开心。对啊，他完全就是很奇怪耶，这很诡异耶。还是因为我同事有食物啊，还是食物给我去试试看。哎，好啊。有食物真的就差很多，那也不是真的爱啊。对，好像更伤人。对啊。不会，我跟你讲，先求有再求好，感情也是这样。看他会不会来？他一定会来啊！哇，哎，谢谢。这Hershey都会跟着去。肉哦。哦，你真是让人失望。你赶快，你有那个就要给他。Hershey不干你的事。他可以吃吗？他也可以。我给你小。Hershey超爱吃。我看你噎到，切，坐下。
握手，哦，跳，跳，跳也会你要跳，跳，啊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。所以有食物就变一个人了。对啊，哎，我很喜欢他在我旁边哎。好的，那我把它推过去一点，不然它的腰会变成伦敦大桥。好，哎呦，等一下，急哦，等一下，而且然后你可以叫他坐下，你可以叫他等等，叫他等等。坐下，等等，等等，有，他会等，有然后你可以乖耶放膝盖，然后等等这样子，等哦。等，等，哎，等一下，再一次，再等再一次，喝气，等等，等哦，等，哎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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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哦，然后 snap。对，哎，你很聪明哎，压力很大。哦，对我满身大汗，我好紧张。哦，天哪，一整小杰天都没什么功能。换你喽，慢慢，慢慢，还是慢慢。慢慢，哎，好啊，我有食物，你们就这样啊。不要这样嘛，有食物的人我也是会对他比较好。哎呦，但谢谢你今天来我们节目玩啦。哎呦，那接下来宣传期你就是好好照顾自己哦，哈。对，不要再让我好好照顾小切的情绪。对，不要再让那个我们狗狗们。为你担心或什么的，然后听你说你现在非常正能量，也是替你开心。是，对，我觉得正能量、负能量它必须共存，没错，对，同时存在。还有一个快乐的天平，要有一个 balance， 对，因为看我们节目其实很多都是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，或者再小一点的，是，你要不要鼓励他们一下？如果 maybe 他们现在也正在有点低谷或什么，就加油，因为很难，我说真的很难鼓励一个。就是因为我之前有真的忧郁，然后我有尝试过吃药，但我觉得吃药不会是真的解决的办法，它只是 delay 你的脑袋的退化速度跟反应。所以我那时候是自己慢慢的断药，然后选择出去用比较物理的方式去改变。切，我的老天！他吃了一个鸡翅。舔了一下，没关系，你继续说。我等下把它吃掉，没关系。对，我是用比较物理的方式去治理我的那个思维，就是我逼自己出去玩，然后真的去多晒太阳，然后去健身，去运动。对，因为它不只是分泌多巴胺，是它会给你的人生一个真正的目标。假设你说哦，我要一个6块肌 ，OK， 然后我就会去麦当劳。对，sorry， 对不起，因为我就是综艺挂的。没事。好，你要一个6块肌，好。对，因为通常在很忧郁的一个状态下，我们对生活真的是不期不待。就是你不会觉得这个人生有什么目标你需要去追寻，你会觉得一切很 nonsense， 很没意义，然后没有事情是真的重要的。对。但如果你真的要改变的话，你需要给自己一个真的很就是物理目标啦。然后去达成，你从里面会得到成就感，然后你会发现，你的心态会开始转向正面，然后所有在你周遭的事情都会整个那个正能量会，就吸引力法则啊。Yeah, it's not easy. It's not easy. It's hard. 对，但我跟他一起骂你哦。不行啊，小千 ，no。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啦 ，it's not easy, but it's okay. It's okay， 慢慢来。不要让自己太悲，对，不要一直逼自己啊，就这种东西真的慢慢来，然后时间到了自己会解决，时间是最好的朋友。对，那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去听一下高尔宣的新歌，整张专辑 Journey， 感受一下他的 Journey。他在他自己的音乐里面听到太阳，希望你们也有机会可以听到太阳。谢谢高尔宣，谢谢大家，小千再见，小千早就再见，小千再见，谢谢。下班了，我们等下回家好不好？可以吗？真的啊？嗨，下班了是不是？怎么样？为什么在录？那个我们想要分析一下你新的包包是长什么样子？你是说我的还是这位的？2个都啊，那真的是我先，因为我是大咖，来，我是那个水桶包热爱者。哎，等一下才轮到他的包包，就先等一下啦。真是的，那等呢？我不管，我要先。我的包包超乱，因为我这几天一直在露营啦。有护唇膏、口罩，
早上吃一半的饼干，我是不是很糟糕啊？天哪，好乱哦！已经盖子不见的耳机，稍微衬头的东西，钱包一个。大家有要看吗？我的好无聊，就是一些，不是，哇什么？哎，哇什么？那真是，不是数一下。是为什么要挖？不是因为不是。因为最近刚好有拿到那个就是别的节目的那个费用，有用过了啦，1、2、3、4，好了，到这里就好了。哎，对，哇，一数就发现有100多万呢，哇，不可思议耶！好了，不要看我的，不要看我，看他的。科技的包其实每天都不太一样，就是今天我时间够，我就再帮他装一个漂亮一点的。那时间不够，有时候我真的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放在他的那个提袋、宠物提袋里面，然后他也蛮习惯这样。和喜必备当然就是他的玩具，你的玩具，哇，他很开心，他最喜欢这个。然后喝水给大家看，但不能给和喜看到的东西，就是他的饲料，他的一些小零嘴，这个他不能看到。但有一个他很爱吃，这个就是我们节目有那个亲爱的大干爹，可以这样称呼人家吗？全能狗 S，和喜其实现在有瘦一点点，之前去看医生的时候大概是5公斤嘛，那现在差不多4.8左右，所以我就是会每个月都给他吃的这小型犬，3.5到7.5公斤的这个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常常带和喜出去玩啊，你看像我们昨天又跑去草地，然后有时候去山上，然后有时候呢到人多的地方，然后就是他就会随便他乱走这样，所以其实我相信很多的爸爸妈妈也都知道，就是会很担心各式各样寄生虫的问题。那外寄生虫啊、跳蚤、蜱虱大家都很清楚，这比较看得到，或是比较可以预防。可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就是心丝虫，就是内寄生虫，然后它是蚊子传播的嘛。对啊，我觉得大家真的都可以背起来啦，因为像是心丝虫，它如果是透过蚊子这样叮到了之后，它的潜伏期是半年，那这半年你都不知道的话，那不是很可怕吗？等到真的已经发生，通常都已经非常严重了，所以我觉得这很可怕。那后来就习惯了，全能狗 S 就是每个月给它吃1颗就好了，所以我每次把这个拿出来，和喜就会疯掉，因为它是牛肉风味的，你不能已经这个月吃过了，你要等下个月才有。下次搜包要跟我讲，我要带比较衬头的包包来。拜拜，我可以下班了吧？让我下班了吧？我是 Sandy 吴善如，这是哈西。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